湖南村民打井挖到龍的血脈，井水中出現黑紫色不明液体，井水突然沸腾不止。有村民傳言這是不祥之物。那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很多農村為了取水方便，都会在自己家院子打一口井。打井需要經驗老道的師傅，但湖南一打井師傅幹了這活這麼多年，倒是第一次見这樣離奇詭異的井。按理來說，打好的井，井水是清澈見底的，但這井竟然渾濁不堪，還不斷冒大泡泡，打出來的水還呈黑紫色。這井一出現，引起了村民的熱議，這是挖到了龍的血脈。為什麼這井水竟有如此怪異的現象？這故事還得從村民袁少祥說起。2017年，袁少祥打工掙了點錢，便打算將家裡的老房子翻新一下，與家中老父老母住在一起，方便照顧。但在農村生活了一陣子，在城裡打工久了的袁少祥覺得有些不太習慣。城裡用水開個水龍頭就好了，但這個村子沒通水，每天都得跑大老遠去村門口的公共井裡取水，一次還就取那麼2-3桶，根本不夠用。袁少祥覺得取水這事實在是太麻煩了，一次跟鄰居交談中吐槽了一下自己的鬱悶。鄰居一聽就說：“你這是好辦啊，你在自己家裡打一口井不就好了？”袁少祥一拍腦袋，自己怎麼就沒想到呢？鄰居見袁少祥心動了，便說自己認識一個打井師傅，那技術剛剛的，我家那口井就是他打的，用了4-5年，一點問題沒有，價格還公道，就連隔壁村的都專門過來找他打井。袁少祥一瞧鄰居家那口清澈見底的井，連忙表示給他介紹一下。鄰居便領着袁少祥找到了周洪良。周洪良一看來活了，便表示包在我身上，過幾天就給你凿井。作為有多年經驗的凿井師傅，給人挖井那就跟吃飯喝水一樣簡单。但周洪良怎麼也沒想到，給袁少祥打的這口井竟發生了這麼多稀奇古怪的事情。周洪良到了袁少祥的院子，認真測量了一番，找到了合適的凿井位置後，便浩浩蕩蕩開工了。不過2天的時間，周洪良便鑿了6米，不用幾天，這井就能打好。沒想到在第3天的時候，出現了意外情況。周洪良剛到井下工作不久，便覺得胸悶氣短，呼吸不暢。周洪良連忙爬上來，狠狠地呼吸幾口新鮮空氣。井下氧氣不足，缺氧難以呼吸並不奇怪，但這麼多年都是打井打到離地面深有10幾米的時候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，怎麼今天才6米深就發生了這樣的事？疑惑盤旋在心頭。但凿井工作還得繼續，由於時不時頭暈目眩，周洪良不得不上上下下6次才把這口井打好。眼見着就要挖出水源了，周洪良擦了擦額頭上的汗，鬆了口氣。但他又發現了一個異常情況，凿井挖水的塗層通常是沙土層，黃褐色，比較好挖開，但這涂層確實黑色的，而且質地十分堅硬，又費了好大的力氣，周洪良才把這黑土挖開。本以為冒出來的會是清澈的井水，沒想到竟然有些渾濁，而且伴隨着煙霧，水裡還不停地翻騰，冒着大泡泡。而周洪良再度感到身體不適，連忙讓上面的袁少祥把自己拉上去。這會兒井裡還有巨大的聲響，把周圍村民都驚得過來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周洪良猜測，恐怕是因為井下缺氧，便用繩子吊着蠟燭伸進去，結果蠟燭不過3米深的地方便熄滅了。周洪良有些震驚，
明明他挖到6米深的时候，才出現呼吸不暢的情況，怎麼蠟燭才3米深便熄滅了？他又拿來捲尺往下伸，想量一下深度，但沒伸多久，周洪良便覺得有些不對勁，一拿上來才發現，捲尺的前段竟然融化了，散發出刺鼻的味道。這現象把周圍村民都嚇到了。好好的一口井，怎麼會如此可怕？只見打出來的水，沒一會兒就變成了黑紫色。這時，村中一位年長的村民說道：“這恐怕是挖到了龍的血脈，惹怒了龍。若非如此，怎麼會出現這般不祥的奇景？”周洪良最後表示：“這口井挖成這樣，我是不好收你的錢了。”說完便棄井不顧了，似乎怕沾染上什麼髒東西。果真是這樣嗎？袁紹祥對此半信半疑，畢竟他在城裡打工時間長，一些奇異現象可能在村裡人看來是神學鬼學，但在專家眼裡，那都能用科學解釋。這麼想着，袁紹祥便拿着周洪良挖井時井旁散落的黑色碎石找上了相關部門，希望能得到解答。專家經過細緻研究後，告知袁紹祥，這石頭是一種特殊的礦物質，由於在地底長期掩埋，在風化過程中產生了硫化氫。當周洪良挖井時，這種氣體便跑了出來，所以井下會出現氧氣稀薄的情況。因為氣體本身濃度較高，遇水產生化學反應，便出現了沸騰、巨響的情況。伸下去的捲尺前端融化，也是硫化氫作用的結果。專家還告訴袁紹祥，這口井已經不適宜打水，換個地方打水吧。得知事情真相，袁紹祥才鬆了口氣，並將專家的話告知村裡人，這才停止了挖到龙的血脈的謠言。